侄子出生6斤6两，嫂子嫌他太瘦弱，竟然用蛋白粉代替奶粉。我看着小侄子10个月就已经44斤重了，连忙制止，并自掏腰包买了品牌奶粉，这才让小侄子的体重恢复正常。可侄子长大后，由于挑食和沉迷网络成了精神小伙，而且因为不讲卫生，整个人散发出一股难以言喻的恶臭。被追求的白富美狠狠嘲讽之后，他发疯冲进我家，一刀砍死了我。我妈说了，要不是你阻止我妈给我喝蛋白粉，我现在应该高大威猛、健硕伟岸，这样的我怎么会被拒绝？我惨死成为他刀下亡魂后，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嫂子用蛋白粉代替奶粉的那一天。叶凡，我让你买的蛋白粉带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忘了。我佯装歉意地看着嫂子，其实早在楼下，我就将已经买来的蛋白粉藏了起来。谁知道将来出了事，柳如烟会不会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？哼，行吧，反正家里还剩半罐。说完，他便一口气往奶瓶里面倒了5勺。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。别说是一个小婴儿，就连一个大人的肾脏都很难承受这个分量呀。就在这时，我妈面带难色地看着柳如烟。如烟，傲天每天喝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在害你的亲生孙子是吗？那些健身的人可都是喝这个，这可比奶粉贵多了。你这不识货的死老太婆！见柳如烟撒泼打滚，我妈立马慌了神。叶凡，要不然你买点进口奶粉给你侄子喝吧，反正你工资高，也花不了你多少钱。看见眼前这张熟悉的脸，我只觉得恶心。在我妈心里，我只是个工具，但凡她和嫂子有矛盾，都会找我哭诉。可当我为了她和嫂子大吵一架后，她便跳出来痛骂我一顿，向嫂子表明她的决心和立场。最后他俩亲亲热热，我却里外不是人了。重活一世，我可不会再那么傻了。妈，我哪里有钱买奶粉的都快要饭了。之前追债的都追到咱家门口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，嫂子是孩子亲妈，还能害孩子不成？柳如烟听了我的话，立刻高傲地抬起头。是啊，妈，你又不是没生过，怎么就不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呢？之前的3鹿奶粉卖的那么贵，不还是一样骗人吗？傲天就是太瘦了，多吃蛋白粉，人才能健硕有力，能有什么问题？就是咱命苦，别家小叔子都给侄子侄女买金买银，咱家小叔子不买就算了，还要住在哥嫂家当累赘。我尴尬地笑了笑，在心里却狠狠翻了个白眼，暗自庆幸自己把钱存了死期。要知道，钱是我被嫂子发现了小金库，不仅所有钱都被她抢走，还被他们母子2人手毒打。看着拼命吸吮的叶傲天，嫂子笑得眉眼弯弯。我儿子就是懂事，只有多得补充蛋白，才能去欺负别人。叶凡，要不然你还是带着你侄子去医院看看吧，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。你个老不死的，你别在这咒我儿子，爆出去谁不说傲天白胖白胖的招人稀罕？怎么就你在这多嘴？你儿子窝囊，连个奶粉钱都赚不到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说罢，嫂子便打开房门，大声向邻居哭诉着自己的悲惨生活。算了，就当我没说过。看着嫂子兴高采烈地喂小侄子喝蛋白粉，而我妈站在一旁一副敢怒不敢言的窝囊样，我简直要笑出声。等着吧，只是开始，我要让你们的后半生都活在悔恨中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再也没回过那个家。像我哥嫂那样的无赖，一旦跟他有什么纠葛，那就像沾上了狗皮膏药，甩也甩不掉。于是我立刻接受了公司的驻外项目，离家足足3000公里。这天为了和我联络感情，我妈借着小侄子的名义跟我视频通话，可视频刚一接通，我就被吓了一跳。小侄子现在才1岁多，可他的体型已经和5岁的孩童一般硕大。嫂子还得意地向我展示着他的成果。哼，也就是你们家娶了我，才有了这么个又白又胖的孙子，换一般人可没有这个福气。我妈则在一旁哀求地看向我。妈，你真是有福气，有我嫂子这个好儿媳，你就等着以后享福吧。闻言，嫂子更是得意，向我滔滔不绝讲述着她的育儿经验。我现在一天给你侄子喝半罐蛋白粉，你看看这腿这手臂多么壮实有力啊！等他长成1.9米的肌肉型男，还怕没有小姑娘喜欢他吗？这那就是满满的安全感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嫂子总是会滔滔不绝地向我传授经验。叶凡啊，以后你要是有好福气生个儿子，我可以来给你当月嫂，你给我1个月2万就行，不用太多。我在心里暗自鄙夷，但还是笑着答应了。1个星期后，我妈突然又给我打来了视频通话。叶凡，你侄子现在会走路了，可是我怎么看他走得不太对劲啊？视频里叶傲天痴痴傻傻地看着镜头，随着音乐声不断摆动着四肢，两个人形成了一体。我看了一眼，立刻就明白了。叶傲天这是患上了多肉病了，他的骨骼已经畸形发育，即使后天修复，也很难和正常人一样正常行走了。嫂子一把抢过手机，你个老，我不是和你说没事吗？你还跟你儿子告状？叶凡，你别听你妈瞎胡说，她就是整天疑神疑鬼的。我们傲天不用练就是标准的外八腿，以后肯定是个金牌运动员。是啊，傲天天赋异禀，以后一定是个金牌运动员。那天后，嫂子竟真的把侄子送去培训了。可第1节课还没上完，嫂子就把侄子带回了家。真是搞笑，
我儿子有没有病我还不知道呢，无非就是嫉妒我儿子天赋异禀罢了。嫂子嘴上虽然在抱怨，但我却在她眼中看到了一丝不安与恐惧。我妈从老师嘴里得知自己的宝贝孙子得了佝偻病，吓得嚎啕大哭。叶凡，你侄子得病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装傻问道。得病？傲天得什么病了？闻言，我妈再也不再掩饰，直接对我破口大骂道：是不是早就发现你侄子生病了？你还在装傻？我怎么没在你出生的时候？我故作委屈地说：妈，我也不知道傲天生病了呀，你吼我做什么？听着电话那头大口大口的喘气声，我简直心里要乐开了花。可同时，我的心里升起了一阵浓浓的悲哀。前世我被叶傲天给倒后，还留有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我妈上门来拿我给哥嫂买的东西。我躺在地上，奄奄一息地向她求救。可她第一时间去找了我的银行卡。儿子，快告诉妈妈银行卡的密码，不然妈妈没钱在医院缴费。我没有怀疑，将所有银行卡的密码都告诉了她。可她却立即转身离开，留我一人等死。还用我的存款给哥哥买了一套新房子，一家人高高兴兴地住了进去。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手软了，妈，不然你带傲天去医院，让医生帮忙看看吧。你说的轻巧，住院费哪来呀？我立刻拍胸脯向我妈保证，小侄子的一切医疗费用都由我来出。我妈这才露出一抹笑意。你不要以为是你哥嫂欠你的，你是叔叔，给侄子花点钱是应该的，以后别忘了给你侄子买套房。我强压下心头的恨意，微笑的点头。医生详细检查后，遗憾地告诉我们，叶傲天这种情况必须要住院，而且要配合治疗才有可能改善。你们医院就是坑钱的，我带他回去压压腿就行了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我妈跟在身后哭天喊地。哎呦喂，我儿子真是倒霉，迎了你这个基因劣质的女人进门。柳如烟也不是个软柿子，狠狠一巴掌甩到我妈脸上。乌鸦嘴，要不是你一直说傲天，他能生病吗？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不都是你害的吗？说罢，两人便再次扭打在一起。混乱中，我妈一脚踹在了柳如烟的肚子上。这场混战以柳如烟流产告终。医生说她失去了生育能力，恐怕以后很难再继续生育。柳如烟哭得整个楼层都能听见。我和我哥也从外地赶了回来。医生说这可是个儿子，就这么被你妈踹没了。我哥也难掩丧子之痛，他红着眼睛质问着我妈。我妈半晌不敢说话，好半天才开口。我看他不去救傲天，心里着急，妈也没想到她会怀孕啊。话还没说完，我妈就被我哥一脚踹开。一个残废有什么好救的？现在我儿子没了，你陪我儿子。我妈被这一记窝心脚踹得直呕血，可她却不敢有丝毫怨言，满脸陪笑地站了起来。每个人都各怀心事，只有站在角落里的叶傲天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。不过我怎么会让他舒坦呢？我走到柳如烟的病床前，柔声安慰道：嫂子，你别哭坏了身子，你们还有傲天这个儿子呢。闻言，嫂子眼前猛地一亮，立刻抓起侄子的手。对，我们还有一个儿子，我们还有希望。我哥也坚定地说：你放心，爸爸妈妈一定尽全力培养你，让你成为人上人。叶傲天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哥嫂二人合力拖回家去。我换了手机号码，背上了行李，踏上了全国环游的道路。等再听到叶傲天的消息时，已经是5年后了。叶傲天瘫在床上了，没想到这夫妻俩这么颠，直接把我侄子整得半身瘫痪了。小区门口，我津津有味地听大妈们聊起了八卦。我哥坚信跑步可以强身健体，叶傲天的腿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完全是因为他没有好好锻炼，腿上的肌肉萎缩了才会变形。于是他每天带着叶傲天在体育馆里的赛道上跑10圈，早中晚一次不落，平均每天叶傲天要跑20公里。好多专业的运动员每天才跑20公里，对叶傲天这种双腿几近残废的人可不是难上加难。而柳如烟则完全不同，她坚信只要每天帮叶傲天压压腿，叶傲天就会像正常孩子一样走路。她买来一根棍子，将叶傲天的腿死死绑在上面，而她则在一旁用力地将叶傲天的腿掰直。就连晚上睡觉，她也要用绳子紧紧地绑住叶傲天的双腿，生怕叶傲天的腿再弯回去。叶傲天本就因为缺乏钙质，骨头要比其他人脆一些，柳如烟更是个半吊子，根本不懂得保护措施。在这样一番折腾下，叶傲天更是生不如死。终于在某一天，柳如烟给他下药时，他的脊椎断了，彻底断了我哥光宗耀祖的心思。哎呦，那小伙子每次跑完，被他爸像一条狗一样的拖回家，口吐白沫的，可怜死了。在家也是，被他妈打的鬼哭狼嚎的，我听着都心疼。那他奶奶也不管管，哪里敢哟？他一脚把儿媳肚子里的孙子踹掉了，他儿子没打死他都不错了。我正想开口，却在余光里发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。我跟着柳如烟左穿右穿，终于在一家小旅馆面前停了下来。在左右观察四周没有熟人后，柳如烟捋了捋头发，快步走进了宾馆内。我躲在墙角，
好半晌才看见柳如烟和一个秃头男人走了出来，两人调笑了一番，像是怕被熟人发现，没一会儿便步履匆匆的分头离开了。我仔细的打量了一番那个男人，惊讶的发现他竟然是水球筹的负责人秦寿。这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怎么会苟合在一起？直到我跟着柳如烟来到病房门口，发现秦寿竟然也在现场。此时他抹了发胶，衣冠楚楚的将一笔钱放在柳如烟手中，丝毫看不出刚才的猥琐之态。而他身后无数摄影机闻声而动，将这感人画面尽数拍了下来。但在人群散去后，秦寿和柳如烟便迫不及待地拥吻在一起，随后病房里便传来阵阵暧昧的水声。就算柳如烟不在意护士的眼光，但也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做这种苟且之事啊！我蹲在一旁的角落，发现柳如烟结束后并没有回家，而是拿着钱进了一家麻将馆。等他再出来时，手上已经没有了那个牛皮信封。看着他骂骂咧咧地走回了家，我心里有了个大胆的猜测，于是我也注册了一个水球筹的账号，并且 AI 出了一个为生活奔波的憔悴美女头像。果不其然，还没有2天，一个熟悉的头像便主动来添加我。在一番寒暄后，柳如烟便主动开口：“妹子，你孩子的医药费凑够了吗？”我发了一个苦笑的表情。远着呢，现在大家都不相信这些东西了，都觉得是骗人的。果然还没说2句，柳如烟便露出了她的狐狸尾巴。我给你推荐一个人，最是乐善好施的，你去找他帮帮忙吧。添加好友后，禽兽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要求。小姑娘，这一次我给你发2万治疗款怎么样？即使文字不能传递信息，我也能透过他看到对面男人那猥琐的笑容。我询问一个在水球筹内部的好友，他无奈地告诉我，病人的治疗款是平台筹来的，但是先给谁发放却是由区域负责人说的算，也就是说，谁和负责人关系好，就可以提前拿到治疗款，保住家人的命。而一旦和负责人交恶，轻则治疗款延迟发放，重则病人被活活拖死，剩下的治疗款便被负责人私吞。不少人为了家人和孩子，只能忍气吞声。若不是发现柳如烟和禽兽的奸情，恐怕到死我都不会知道，竟然有人会滥用职权来满足一己私欲，活生生拆散了几百个家庭。而柳如烟在明知禽兽的为人后，竟然还同流合污，如此无耻地帮他挑选人选，甚至用筹来的善款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思来想去，我决定送一份大礼给这对奸夫淫妇。我联系了10几个网红打假博主，并且详细向他们介绍了事情的经过。很快，我就在某音和某手上发现了一则名为“用我们的爱心能否换来你的良心”的短视频。视频里，博主不仅详细介绍了这件事情的经过，为了吸引眼球，他还专门露出了柳如烟和禽兽的未打码照片，两人神色慌张，白花花的马赛克在酒店暗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显眼。一时间，他们2人的丑事被全国人民知晓。每天2人就像过街老鼠般四处逃窜。禽兽被抓进去后，柳如烟拒不承认罪行，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。就在他和邻居抱怨派出所的伙食有多差时，他就以一道优美的抛物线飞了出去。贱人，老子在外面辛辛苦苦的挣钱，你在家里搞破鞋。我哥抓起嫂子的头发，狠狠向墙上砸去，嫂子鼻涕眼泪流了一地，哀嚎道：“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有人了。”被柳如烟撤下最后一层遮羞布，我哥恼羞成怒，拳脚更是不要命的落在柳如烟身上。最后，他更是逼着柳如烟写下一张100万元的精神补偿金，要求柳如烟1年之内付清。柳如烟呆呆地坐在原地，像是被抽干了力气，她绝望地躺在地上，眼中再也不见往日的算计。都是那些该死的自媒体，毁了我的生活。突然间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眼睛里飞快闪过了一丝金光，随后快步向家中跑去。当晚，我的手机便给我推送了一条视频，视频里我哥是一个抛家弃子的渣男，而柳如烟则成了为子女全身心付出的贤妻良母。她不仅在叶傲天的病床前忙后，每天4点起床给叶傲天做营养早餐，在闲暇时间她还负责给工地做盒饭，3荤1素只要8元，深受工友们的爱戴。只是在给叶傲天擦洗身体时，她时不时将镜头对准叶傲天已经萎缩的双腿上。评论区的网友从一开始的抵制、破口大骂，到后来的理解与同情。他也不容易啊，孩子病成那样。在哪里可以捐款？我想献一下爱心。没骂过如烟姐，战胜99%的人。他们还自发地组成了粉丝团，名叫烟家军，每天搜罗旧衣服给柳如烟邮过去。可这些衣服最终只会出现在小区楼下的垃圾桶里。柳如烟的自媒体做得越来越大，靠着直播带货赚得盆满钵满。可叶傲天却越发沉默，他的后背和腿上出现了大片的红色伤口。柳如烟根本没有他视频里的那般精心照顾叶傲天。不少发现的网友在评论区里质问他，却被他拉黑删评，然后在下一次直播时往叶傲天的伤口上贴上一块胶布。柳如烟本以为可以靠这样瞒天过海，可网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很快便整理出了一系列线索，甚至有人发现柳如烟将叶傲天的腿照卖出天价。柳如烟的名声一落千丈，不仅将这段时间赚的钱全都赔了进去，还要把房子卖了赔钱。我哥则被他外面的小情人哄得晕头转向，也要拿着钱和他双宿双飞。只有我妈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2人拿钱离去的背影，终于忍不住嚎哭出声。儿子，我是你妈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啊！我妈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，照顾孙子的这些年早已经耗干了她的精气神。滚一边去！你别忘了，你害死我儿子，我没让你偿命就不错了。
我哥一脚踹开像条狗一样扒在他腿上的我妈，急不可耐地走了，只留下我妈趴在地上哭嚎。等我再见到我哥时，是在法制新闻上，他遇上了杀猪盘，相好不仅将他的积蓄洗劫一空，还给他留了一屁股债。在绝望下，他选择跳楼自杀，死无全尸。而柳如烟也没能逃脱牢狱之灾，在网友们的大力督促下，他被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。我妈接受不了失去儿子的痛苦，在一夜之间变得疯癫痴傻，在横穿马路时被大货车活活撞死了。至此，我唯一的亲人便只有瘫痪在病床上的叶傲天了。前世我将他培养成了天之骄子，而如今他却只能瘫在床上，沦为一个废人，甚至大小便都不能自理，甚至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腐烂成泥。我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，彻底告别了过去，迎来属于我的光彩人生。